曾經在 TGA 壓軸登場的 HiGA 巔峰守衛上線還不到3週，開發商 Wildlight 現在就已經確定裁掉了公司的大部分員工了。但是極其諷刺的是，他們的開發者在2週前玩家數量斷崖式下跌的時候，還信誓旦旦的說什麼我們不需要龐大的玩家數量也能成功的这種離譜的言論。如今回頭再去看這個言論，簡直就是傲慢的可笑。各大傳統遊戲媒體之前還說什麼玩家錯了，巔峰守衛沒有發售即爆死，什麼不要聽網上的那些言論，巔峰守衛真的很好玩。現在看來，這些雜音不過是他們的自我安慰，是真正的 cope。真正的事實就是在2026年，一个服務型射擊遊戲，尤其是免費遊戲，是你需要玩家，而不是玩家需要你。可是這還不是全部啊！就算這款遊戲都已經失敗成這樣了，就算開發者已經被炒了魷魚了，他們也還是不能好好想想自己的問題，還在抱怨他們被裁員都是玩家的錯，還在做着臨走之前倒打一耙玩家的這種非常不體面的行為。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帶大家好好看一看這些不思進取的開發者都說了哪些奇葩的言論，然後再分析一下這種情況背後所隱藏的根本原因。到歡迎聊豆頻道，我是老九。這家工作室大裁員的這條消息，最一開始是由 Wildlight 的資深關卡設計師，不對，是前資深關卡設計師 Alex Graner 在 LinkedIn 上發了一則求職文章裡透露出來的信息。然後在幾個小時之後，官方在社交媒體上的賬號就出來承認了這個事實。我在看到新聞的時候並不意外，因為自從巔峰守衛上線之後，他在 Steam 上的日均同時在線在第一波斷崖式暴跌之後就沒有超過1萬人。對於一款免費的服務型遊戲來說，這可以說是致命的。沒有玩家就意味着沒有人在裡面花錢，沒人花錢，那資方就會撤資，員工很快就會發不出工資。如果情況沒有好轉，最後只能停服關門。無數玩家都已經嘗試過了這款遊戲，並且在嘗試之後得出這款遊戲並不好玩的結論，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可就算玩家們的反應已經證明了這款遊戲不好玩了，開發者中還是有人不服啊。前 Wildlight 的技術美術師 Josh Sobel 被裁員之後，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篇長文，他就是那位之前在 HiGA 官方預告片釋出的時候，因為負面新聞太多而把自己的賬號鎖定的開發人員之一。當我發完上次的視頻的時候，我還覺得網友的批評確實有些過於尖銳了，也不是每一個開發者都能頂住壓力，在一片負面的情緒發洩當中找到有用的反饋的。我當時甚至對他產生了一些同情，因此他發的這一篇長文，我還以為會是一篇對於自我的反思，但是剛看到這篇小作文的第3個自然段的時候，我就繃不住了。他在文中說道，所有參與的團隊或者是和項目有任何關聯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給出了非常高的評價，比如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完全相信這個團隊。如果業內有一個項目沒人擔心會失敗，那就是你們這個。這遊戲天生就是主流爆款，這不可能會撲街。我能一整天都玩這個遊戲。我的媽，這滿滿的都是溢出屏幕的有毒正能量啊！這完完全全就像是我在上一期 HiGA 的影片中所說的那樣，這些遊戲開發者其實已經脫離群眾、脫離遊戲玩家很久了。他們完全不知道到底什麼樣的遊戲才是好玩的遊戲，也根本接收不到有用的反饋，整天生活在自己完美的泡泡當中，沉浸在內部測試的小圈子裡，聽到的都是同行之間的相互吹捧和恭維。他後面還說到，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所有視頻都被瘋狂的點彩，評論區被《新名特工2》和《泰坦隕落3》為此而死等複製粘貼的爆梗刷屏。遊戲上線的時候，我們收到了超過1.4萬條惡意評價，來自遊玩時間不足1小時的用戶，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完成必須的教程。在關於 HiGA、新名特工、2XKO 等遊戲的討論中，玩家常說開發者喜歡把失敗歸咎於玩家，這很可笑，仿佛玩家沒有力量，但是他們有，而且很多。我並不是說我們的失敗完全是玩家的錯，也不是說如果沒有負面輿論我們就一定能成功，但是這種輿論毫無疑問的起了作用，所有的產品都受消費者的左右，而消費者在抹黑 HiGA 這件事情上投入了荒謬程度的努力。原來你還知道我們是消費者啊？超過1.4萬條惡意評價，不是兄弟，為什麼這1.4萬條的差評會被你默認成為黑而黑的評價呢？而且你說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完成必須的教程，這不是恰恰說明你做的遊戲無聊到玩家在進入遊戲之後的前15分鐘之內都沒有抓住玩家的注意力嗎？我一個做自媒體的都知道，視頻的前30秒、前1分鐘的留存率是至關重要的指標。你一個資深的遊戲開發人員，竟然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嗎？
更何況是英雄射擊這種競爭如此激烈的遊戲類型，你如果想要脫穎而出，這不正是你們需要好好打磨的地方嗎？還說什麼消費者在抹黑巔峰守衛啊？實際情況卻是大部分玩家已經給了你們機會了。遊戲剛上線的時候，一度快衝上10萬的同时在線就是最好的證明。消費者沒有刻意的抹黑你們的遊戲，只是你們的遊戲不好玩罷了。他在小作文中還提到，我也不知道如果沒有 TGA 壓軸預告片所帶來的巨大聚光燈，我們遊戲的上線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但是我們從未獲得那個機會。拜託，我真的是服了。無論 Geoff 有沒有把最後壓軸的位置給你們，巔峰守衛的下場也不會有任何改变。如果你們沒有同意讓 Geoff 提前公開，而是直接像你們計劃的那樣 Shadow Drop 的话，那麼你們連第一天衝上10萬同时在線的機會都沒有。這款遊戲的同時在線人數在第一天就會不足1萬人，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默默的死去。你們自以為是 Apex 的前開發者就能復刻 Apex 的輝煌嗎？我個人認為 Apex 能夠成功 Shadow Drop 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有傳奇 FPS 制作人 Vince Zampella 的領導 ，Rest in Peace Vince。而巔峰守衛這種縫合了各種玩法卻沒有縫合好的作品，能給他亮綠燈的那些高層的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啊？我是真的不知道。這位開發者在最後快結束的時候說 ，Wildlight 的許多前開發者如今都將不得不重新回到大廠的體系，正是玩家曾經指責 Wildlight 所屬於的那種大廠體系。從今往後，每當有人想要選擇用做獨立遊戲的方式去做一款新的多人遊戲的時候，他們就會想了，還記得當初玩家們是怎麼不給 Wildlight 哪怕一個機會的嗎？如果這種模式持續下去，多人遊戲領域最終只會剩下大公司，創新已經命懸一線。即便 Hyga 的首發確實不夠順利，但是我們這個獨立自己發行、由開發者主導、充滿熱情、只想做一款好玩的遊戲、零 AI、零企業干預的團隊，也值得更好的結局，至少不該被如此幸災樂禍的對待。真的別再自我感動了，行嗎？都做服務型遊戲了，你就別再標榜自己是什麼獨立遊戲工作室了，行嗎？獨立遊戲的獨立從來不是什麼免死金牌。你們既然選擇了做多人在線的服務型遊戲，就意味着你们選擇了與 3A 大廠同樣的競爭舞台，同樣的商業模式，同樣需要面對玩家的長期運營考驗。這個時候再拿我們是獨立團隊的理由出來博同情，本質上就是想要大廠的蛋糕，又想要獨立遊戲的豁免權。最搞笑的是那句零 AI 零企業干預，好像這是什麼值得驕傲的賣點一樣。玩家要的是好遊戲，不是你們的苦情戲。你不用 AI 是你的選擇，不代表用了 AI 就是原罪，就是不好玩。沒有企業干預也可能意味着缺乏專業的市場分析和質量把關。還說什麼創新命懸一線，拜託，真正的創新是用 gameplay 說話的，不是用情懷綁架的。你失敗了就承認失敗，總結教訓，別總是把鍋甩給玩家和市場環境。這種都怪玩家不懂欣賞我們的受害者心態，才是最讓人反感的。千錯萬錯，要麼是 Geoff 的錯，要麼是玩家的錯，總之就是不可能是我們開發者的錯。而就在2026年的現在，在歐美，尤其是美國，這樣巨嬰一般的開發者真的是越來越多。我認為作為一款遊戲的開發者，你不僅本身要有做遊戲的技術功底，而且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在眾多的雜音當中聽取有效的反饋，無論這些反饋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有毒的正能量正在毀掉整個歐美遊戲產業。你看看這些開發者的發言，處處透露着一種扭曲的自我認知。他們把內部的相互吹捧當成市場驗證，把小圈子裡的感覺良好誤認為自己產品的競爭力。這種現象在遊戲行業已經不是個例了，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問題。前段時間星之眼的開發商 Build Rocky Boy 的 CEO Mark Gerard 還說什麼他們已經抓到了所謂針對他們這款遊戲發起抹黑行動的破壞者，將要採取法律行動什麼什麼的。那條新聞啊，我看到之後真的是大跌眼鏡。星之眼是大家公認的垃圾遊戲，號稱自己是 GTA 殺手，結果穿模無極限、槍械射擊的動畫都沒做好，根本就是 bug 滿天飛的半成品。然而都這樣了，他們的 CEO 還在說什麼自家的遊戲是被人刻意抹黑，真的是讓人笑掉大牙。如此 out of touch 嗎？你們發現沒有啊？這些開發者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永遠都在外部找原因，從來不向內看問題。遊戲撲街了啊，不是設計有問題，是玩家被帶節奏了；不是優化做得爛，是有人刻意抹黑；不是遊戲不好玩，是營銷的時機沒選對。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自我保護機制了，那就是只要失敗了，總能找到一個外部的替罪羊。
而且最要命的是，這些開發者已經形成了一種受害者敘事的慣性。一旦遊戲失敗啊，他們第一反應不是反思自己哪裡做錯了，而是立刻開始講述自己如何被有毒的玩家社區傷害的故事。他們會說啊，我們頂着巨大的壓力，承受着網絡暴力，依然堅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聽起來很感人，對吧？但問題是，玩家給你差評，這不叫網絡暴力，這叫市場反饋。你浪費了玩家的錢和時間，端出來個垃圾，玩家批評你幾句，你就受不了了啊？更可笑的是，這些開發者一邊抱怨玩家有毒，一邊又轉頭跑去傳統游戲媒體那裡尋找認可。你去看看 The Gamer、Kotaku 這些傳統游戲媒体，他們一開始對巔峰守衛的評價是什麼啊？什麼 amazing、refreshing、deserve a chance 啊？什麼沒有上線即爆死，全都是這種模棱兩可的廢話。為什麼？因為這些媒体和開發者本質上是一個圈子裡的人，他們互相抱團取暖，形成了一個和普通玩家完全脫節的環境。現在 Wildlight 裁員了，你再去看看那些傳統游戲媒體，還吹嗎？他們還敢吹嗎？真的，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太多次了。龍腾世紀、新名特工、Avowed、天外世界2等等等等，這些游戏全部都是媒体一開始吹上天，然後等真正的銷售成績或者是玩家反饋出來了，這些傳統媒體就清一色的突然就不敢再說話了，根本就是明目張膽的虛假宣傳。我是真的无法理解为什麼這種事情在今天還能夠被允許，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Later。現在3A 遊戲的開發成本動輒就是上億美元，但是真正投入到核心玩法上的資源比例卻低得可憐。錢花在哪兒了？花在了看似宏大的開放世界裡，花在了對玩法沒有實質提升的瑣碎細節上，花在了層層疊疊的中層管理架構裡，花在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和肆無忌憚的營銷上。等到遊戲做出來了，玩家們發現不好玩賣不動的時候，他們卻從來不承認是自己的方向錯了，而是繼續對外尋找解釋，是市場環境不好，是玩家審美退化，是社區被帶節奏惡意抹黑了，全是理由。可是問題從來不是預算的高低和玩家的審美變化，而是責任感的缺失。當決策層不用為錯誤的方向負責，當失敗可以被包裝成被誤解、被攻擊的時候，那就不會有人真正去反思核心的玩法是不是出了問題。久而久之，這種有毒的行業文化就變成了一種慣性。成功了啊，成功歸於自己；失敗了，那就歸咎於外界。遊戲行業不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和互相吹捧，它需要的是殘酷的誠實和真實的反饋。玩家不欠開發者任何東西，你做出來的遊戲好不好玩，玩家會用錢包和遊玩的時間去告訴你答案。如果你接受不了這個答案，那你就不適合做遊戲開發者。這個行業需要的是能夠聽進批評的專業人士，而不是一群需要被捧着、被哄着，遇到一點點挫折就開始甩鍋的巨嬰。Anyways， 歡迎收看第5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巔峰守衛大裁員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